你怎么会有万魂幡？你可是仙宗圣子！好一个仙宗圣子！儿啊，回头吧！龙骨，赶紧自废功法，磕头谢罪。你不是我儿子，你到底是谁？自我记事起，我就是一个孤儿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要冒充我的母亲？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我名云婉，是瑶池圣地圣女。你爹是青云仙宗宗主，在你2岁时，怪我们一时疏忽，让你被你爹的仇家掳走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啊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你，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自小便是孤儿，一个人长大。前辈，你会不会是认错人了？绝不会。你说你是我母亲，如何证明？古儿，你的胸口有一个莲花印记，那是我瑶池血脉神通，能够驱邪避魔，为新生儿提高资质。这神通是当初你外祖在你出生之时，耗费寿元亲自为你施展。我们这次之所以能找到你，正是因为突然感应到了血脉神通气息。所以，你真是我的母亲。儿啊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待回宗后，娘一定好好弥补你。古儿，这是瑶池圣切琉璃镯，能助你提高修炼速度，还可抵挡化神巅峰强者的全力一击。娘今天将它送给你，这是娘的心意，你就先收下。谢谢母亲。古儿，不好意思，娘突然有点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所以去吧，母亲。苏长老，就麻烦你先将龙骨护送回青云仙宗。龙师弟，宗主与各位小姐已经等候多时了，请随我来。不是吧？这就是宗主大人遗世在外的孩子，怎么生得如此一般？你看他穿的衣服，四处打量着大殿的眼神，就好像乡下人进城一般，粗鄙不堪。嘘，你小声点。大胆！见到宗主为何不跪？我为何要跪？果然是凡人世界长大的，就是没有规矩。于情，你是龙宗主的亲生骨肉，如今在外多年归家，见到父亲理应跪拜。于礼，龙宗主乃我青云仙宗宗主，身份尊贵，自古入我山门者也皆要跪拜。所以于情于礼，你此刻都得下跪，给龙公主，也就是你的父亲，行跪拜礼。你也这样认为吗？不是吧？这孩子这么勇的吗？敢这么跟宗主说话？传言果然没错，此子是从凡人世界乡村接回，就是没有教养。据说宗门悬而未决的少宗主之位，就是为了留给他。本座身为你的父亲，难道当不起你一拜吗？龙宗主，你是生下了我没错，但是你此前可曾养育过我一天？我一回来你就让我下跪，生而不养，我凭何要跪？你可是本座的亲生骨肉，若不是你此前被仇家掳走，我又何曾不愿照拢你？什么叫我未曾养育过你一天？你出生之时，我难道没有照顾过你吗？小时候，您似乎忙于竞争青云宗主之位，等你成功争得宗主之位，才想起了还有我这么个儿子，于是想将我接过来。但是在接的过程中，因你疏忽，我被你的仇家掳走，受尽折磨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吗？因为你的疏忽，我平白无故遭受了16年无妄之灾，如今被你们接回，我不仅没有抱怨分毫，反倒被你门下弟子各种刁难。你身为父亲，对此不仅没有半点愧疚，不帮我说话也就罢了，反而任由他们奚落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吗？所以，我为什么要向你下跪？你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当得起作为我父亲这一拜？但宗门事务繁多，加上臣突然走火入魔，你会原谅为父的吗？父亲，你何须向他这样一个没有礼数之人解释？大姐，小弟毕竟是从乡野凡人世界来的，不懂规矩倒也正常，还请不要动怒。谷弟，我是龙尘，你不要怪父亲没来接你，实在是我昨日突破元婴之时，突然走火入魔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因此怨恨父亲，要怪就怪我吧，好吗？不愧是宗主所收养的义子，
年纪轻轻就即将突破元婴，举止得体。气度非凡，气度非凡，一下子就缓解了现场气氛啊，属实不错。妈的，好浓的绿茶味儿！不过是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，一边宣扬自己的身份，一边说自己昨日突破元婴走火入魔，炫耀自己的境界，然后主动揽下错误，给众人留下一个极好印象，借此与我先前的不懂事高下立判，真是好一个绿茶！好啊，既然你说是你的错，那你就下跪给我道歉吧。哥哥，你不是说你的错吗？那为什么还不跟我下跪道歉？还是说你刚才的话只是装装样子？龙骨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臣弟这样说，还不是为了给你解围？这明明是你的错，你还得寸进尺上了。不是，你算哪根葱？你没长耳朵吗？刚刚是他自己说的，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，让我怪他。我现在怪他了，怎么反倒成我的错了？你简直粗鄙！我是你姐。你是我姐？之前我一进门，他们便让我下跪。那你身为我的姐姐，帮我说过一句话吗？现在我不过顺着龙尘的话让他下跪，你就这么迫不可待地站出来维护，当真是双标。我可没有，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姐姐。我才没你这种心思恶毒、不懂规矩的弟弟。没错，我的弟弟从始至终只有龙尘一人。龙骨，你还不配。所以，你到底贵不贵？谷弟，你如此待我，是不是在怨我这17年抢占了你的人生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跟你道歉。你怨我可以，但你不要生父亲姐姐的气，他们对你幼年的事情也很愧疚。阿晨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弟弟。没错，你是我弟弟，我看谁敢让你走。行了，说了这么多，你到底贵还是不贵？好，我跪，你别怪父亲姐姐们，我跪就是了。够了，你们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晨儿，你没有错，不用下跪为此道歉。谷儿，龙晨是我收养了17年的孩子，你更是本座的亲生骨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知道你这17年来受了苦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弥补你。但是前提是我希望你们二人能好好相处。我还以为他会如前世话本中真假少爷那般不由分说为龙尘斥责我，没想到没有。虽然他此举也是为了给龙尘解围，但也给我留了面子，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表面功夫。好，没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后你二人定要好好相处。我会的，父亲。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谷弟。毕竟一个死绿茶还不值得我注意。见过宗主。宴会继续。父亲，我青云仙宗是修仙大宗，既然谷弟回来了，自然也需要修炼。不如就趁这次迎新宴会，为谷弟找一位好的老师，指导其修行。也对，身为本座骨肉，自然不可能不修炼。诸位长老，你们中可愿有人指导这修行啊？难怪他主动提出要为我找师尊，原来是借此来打压他，早已笼络了人心。他此举实则是未来看各宗长老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他。我虽然是宗主亲生子，但不过刚刚被接回，且修为不过刚练其一宠，而他受父亲姐姐宠爱，弟子爱戴，根基深厚，更是即将突破元婴。两相交比之下，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。你们一个个怎么都不说话？是看不起我龙骨弟弟，觉得他不配做你们的弟子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之所以没有开口，是觉得龙骨少主他并不适合我的道。我们才疏学浅，而陈少主身份尊贵，我等是怕教导不好，这才没有应答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不是龙骨少主不配，而是我们不配。一群金丹元婴之辈，虽确实不配教导我，但他们这般言语，实在是没将我放在眼中。若不是怕身份暴露，我真想一巴掌将他们拍死。但此刻我不能，不是怕了青云仙宗，而是怕身份暴露，母亲会因此失望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此刻我只能忍着，但我并不是忍者神龟。修魔之人讲究念头通达，我已将那些叫得最欢之人的面容一一记下，待到宴会结束，他们会因此付出代价。宗主，我师尊因闭关疗伤未曾前来，我愿意代师尊收下龙骨师弟。没想到这种状况下，还有人愿意为我发声。太阴圣体是世间1等1顶炉体质，与之双修，可极大速度提升实力，甚至有机会掌握太阳太阴法则。可惜该圣体本源残缺，并不完整，
与之双修不仅没有丝毫助力，反倒会拖累自身。好，孤儿，她是雪月峰的大师姐颜清雪，此番带师收徒，你可愿拜入雪月峰主门下？我对青云仙宗没什么归属，也不需要外人教导，但我需要一个地方待母亲。恰好颜清雪此番为我解围，我岂有不应之理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雪月峰就替本座教导古儿。一路上，我也大致了解了雪月峰的情况。峰内就颜清雪，与我那个名义上的师尊颜如梦。本来颜如梦本有着化神修为，但在与魔修的战斗中本源受伤，境界跌落至了元婴。若无奇遇，怕是今生都无望再回到化神。因此，雪月峰沦为青云36峰中最弱的一峰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弱小的山峰，居然愿意为了我得罪龙尘，是真的好心还是别有目的？龙师弟，条件有限，你将就一下。修道之人没什么讲究。化凡入世时，我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。如今有个能住的地方，倒也不错。一定要小心龙尘，这些天最好不要出雪月峰，不然他极有可能会报复你。希望这些人懂点事，别来惹我。毕竟，我可是最记仇的。不知在下何时得罪了前辈，竟引得前辈大驾，还请前辈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献出全部身家。真是什么货色都能称个长老了。那边出大事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师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据说他们肉身枯槁，死状凄惨，被活生生吸成了干尸。这是魔修的手段。信封中留有血渍，杀人者龙骨，还有龙骨的衣物遗落在现场。龙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杀人留名！你们是没有脑子吗？凶手杀人会留下自己的名字吗？再说也不看看我的实力，我区区一个筑基1层，何德何能？龙骨少主，你的修为为何提升如此之快？怎么，没见过天才吗？你什么 GB 玩意儿，敢对本圣子甩脸色，已有取子之道。顾少主，你确实没有这个实力，但是也保不齐你有帮手啊。对啊，就是我干的，我确实有帮手。帮手不就是你吗，长老？不只是你，是你，还有你，你们都是。龙骨少主，这话可不行乱说啊！我们不是你们先乱说话的，你们身为仙门长老，这么明显的栽赃看不出来吗？不，你们当然看得出，但是你们还是这样朝我问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想打压我，讨好某人。晨儿，你解释一下。宗门这些人碍他的身份不会说什么，但内心指不定多鄙夷自己呢。可恶！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根据他这么多年绿茶的经验，他总有种感觉，这件事情与我脱不了干系。父亲，这件事情与我无关，我无缘无故为何要诬陷古帝，还是以这种一言假的方式？没错，
以他的反应，想来这件事情若无其他意外，将会这样不了了之。古少主回归，龙尘怕古少主抢夺他少公主之位，因此诬陷让他名声受损，很难理解吗？至于诬陷之法，或许是有人想反其道而行之呢。来人，将此女拉出去，鞭刑500。既然不是你，那就拿出证据来。我没有。回宗第1天就迫不及待铲除异己。晨儿，你去思过崖待2个月吧。思过崖是犯了错的弟子才会去的地方，虽无实质伤害，但他在青云仙名声中的算是臭了。我3岁堕入魔道，10岁加入魔门，18岁就凭借自身混迹成魔宗神子，从一个毫无夸根基的人成长为魔族神子。这些年我经历的勾心斗角，比龙尘吃过的盐还要多，所以我对上他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当然，我有绝对的实力可以碾压他，但是猫捉老鼠要一点一点抓才有趣，不是吗？父亲，还请手下留情。下不为例。还是来。为什么要帮我说话？你是我的师弟啊，你放心，师姐我会保护你。我自幼一个人长大，待人接物总怀有几分戒心，如今突然感受到真心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自那日后，龙尘被关往思过崖2个月，因此没有人再来打扰我，我乐在清楚，还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修道。我仅仅修炼魔道16载，便已经达到化神境，虽然也有魔源浓厚的魔气供我吸收的缘故，但也能从侧面可知我斗天赋之高。魔道如此，仙道也一样。刚好我体内还蕴藏有吞噬那7名元婴长老剩下的灵韵，加上琉璃镯的辅助，与体内魔道气息的相辅相成，我很快便突破桎梏，达到了金丹境界。修道不过2月，就横跨炼气、筑基2大境界，成就金丹，这等天资，称一句绝世妖孽也不为过。我心中也不意外，毕竟这就是人性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我感受着储物界内丰盈的功法灵石，不由心中一暖。虽然这些资源对于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但对一个金丹境修士来说，已经算是极为丰厚的了。就我所知，雪月峰的排名最后，修炼资源也最拮据。但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师尊，居然会留下如此多的灵石丹药。有了颜如画的认可，我顺理成章的在雪月峰住下。偌大个雪月峰，就我与颜清雪2人朝夕相处下，关系也越来越亲近。颜清雪本源有缺，无法在修行上为我提供帮助，所以他在生活琐事上对我多加照料。为我洗衣，为我做饭，为了让我更好，甚至不惜将自身的修炼资源让给我，似乎为了不让我更多心理负担，还美其名曰资源现在对他来说并无大用，但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。他希望我变得更好，只有我更好了，未来才可以更好的帮到他。我这个人向来知恩图报，一向的宗旨是谁对我好，我便加倍还回去，不管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。所以面对雪月峰师徒的真心相待，我也是做出了决定，帮颜如梦重塑经脉，恢复伤势，帮颜清雪解决体质问题，补足本源。解决伤势对我来说很好办，毕竟身为化神魔修，我的储物界里有着不少珍稀药材。至于解决体质本源，虽有些棘手，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，只是怎么出手却是一个问题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介从凡人世界被寻回的少主。就在我苦恼该如何之际，一个机会便来了。龙谷宗门要召集所有内门弟子，有大事要宣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清楚，但看这阵仗，恐怕不是小事。我不光是需要一个帮助颜如梦他们的理由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有种感觉，那神魔秘境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。只是在我准备出发前夕，师姐与师尊都来劝慰我，声称我的实力不过刚刚突破金丹，不必为了他们冒如此风险。你天资虽高，但实力低微，也帮不什么忙，反倒会拖队伍后腿，就留在宗内修炼吧。谷弟，金丹境就别去凑热闹了，万一你有个什么3长2短。师尊，你们不必忧心，这琉璃镯乃是圣器，可保我渡劫境之下无虞。啊！你怎么会有母亲的琉璃镯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，不怪他如此失态。该镯是瑶池身份的象征，此前他多次向母亲讨要，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。没想到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圣物，居然会出现在我手中。说话呀！这琉璃玉镯怎么会在你手中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母亲亲自给我的。不可能，如此重要的圣笔，母亲怎么可能给你？我看这就是你趁母亲不注意偷的。你说我一个毫无修为傍身的凡人，从一个化神强者的手中偷东西，是你没睡醒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得了失心疯？够了，
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古儿，此镯确实能在渡劫之下护你无虞，但神魔秘境凶险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了。身为父亲，我担心你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留在宗门。至于琉璃镯，就先交给你龙尘哥。听到龙天海的前半段话，我还以为自己的这个父亲转性了，毕竟他还需要进入秘境，为宗门争夺资源。听到后面，我瞬间恍然，果然狗改不了吃屎。我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父亲会这么不要脸。借着关心的名义，实则是想要母亲给予我的琉璃镯，实在是道貌岸然，太不要脸了。古儿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要你的东西，只是这次秘境之行凶险，晨儿也需要法宝防身，这琉璃玉镯只是暂借一下，你觉得如何？借你个鬼！你再说一遍，你耳朵聋吗？我说了借你个鬼，意思就是不借。你是耳朵不好还是脑子不好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，凭什么给她？她也配？你也配？哪来的这么大脸？逆子，怎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今天本座就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区区化神中期，以我的实力可轻松镇压，但根本没必要。就这，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，还想要教训我？古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对？哼！怎么可能？你突破了金丹中期，而且这恐怖气血之力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连我一掌都接不住，真是废物！父亲，你身为化神强者，却连我的身都进不了，还需你担心我的安危？而且你看，龙尘连我一掌都接不下，为何他去，我去不得？逆子，既然你愿意去找死，那就去吧。注意安全。很快，已经开演，我就这样随着带队的长老进入了神魔渊。一入神魔渊，冰冷肃杀的气氛扑面而来，无数腐朽的尸体，无数游荡的残魂，虚空中还隐匿着无数的杀阵。这些对寻常修士来说或许很棘手，但好在此行有3名化神长老带队，加上无数元婴弟子共同开路，因此一路通行倒是很顺畅。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，他却能安心享受？还能凭什么？听别人出声好呗。你要是宗主儿子，也能如此。就是，真不知道这宗主怎么想。恭喜少主突破境界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少主，你为何能仙魔双修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感觉灵气与魔气在自己的身体里，并不像古籍中记载的那样相续相悖，反倒是相辅相成，互相促进。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。是。神魔渊不愧是荒极秘境，一路上无数神草圣药，饶是见多识广的我也不免心动。越往深处，其中魔气也愈加浓郁，以致万魔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魔气对魔修来说是大补之物，但我没有因此停下脚，因为我总感觉深渊尽头有更大的惊喜。那是神魔之尸。放开心神，吾赐予你传承。好啊。吾好心赐予你传承，你在做什么？夺舍就夺舍，气急败坏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下地狱再想去吧。接受了他的记忆之后，我也是了解到一些事情，怪不得我能同时仙魔双修，只因为我是体质并不普通，乃是无上神魔体，与他的神魔之力乃是同源，所以他才吸引我前来，想要夺舍重生。但没想到我行事狠辣果断，神魔之事对外人来说或许无用，但对神魔体的我来说可谓大补之物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无穷无尽的神力涌入我的体内，直接冲破我体内的一道道桎梏。化神初期，化神中期，其速度之快，一直到化神巅峰才停了下来。不错。此次秘境之行倒是收获颇丰。
补天花，我曾在古籍上见过，夺万物造化，补天地缺陷，可谓是固本培元的神药，对补充本源有奇效。正想着该如何解决他的体质问题，没想到倒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出去后知道该怎么说吧。队伍遭遇荒兽袭击，文长老与刘长老两人为保护弟子拼死反抗，最终不幸陨落。什么？2个化神长老陨落秘境？回禀龙首，是荒兽袭击，弟子们亲眼所见。两人一时风光无限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龙尘也是罕见的没有来找我的麻烦，我没有在意，当然我也没有放松警惕，因为我知道暴风雨的前夕都是异常平静的。如果你是魔修什么事？龙骨，你修炼魔道，残害同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证据呢？师弟，你修炼魔道乃我亲眼所见，我难道还会污蔑你吗？我知道你对我极好，助我完善了神体缺陷，但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说谎。况且我出来举报你，不是想要毁了你，只是希望你迷途知返。承认吧，师弟，你现在废除魔功，相信大家会给你机会原谅你。逆徒，不用伪装了，我知道你就是魔修，我体内的魔气只有魔道之人才能解决，而你成功帮我吸纳了体内魔气，你不是魔修谁是？加上你前些日子展露出的天赋实力，难道不是之前在隐藏实力？你个白眼狼，宗门对你不够好吗？为什么要堕入魔道？龙骨，你这个叛徒！母亲，故儿，我母亲这些天干什么去了？刚接到你时，圣地突然有人传讯，炎魔宗神子正好在那周边出现。希望我带着圣地长老共同前去剿灭，事有轻重缓急，所以我不得已抛下了你。因为瑶池圣女云瑶儿倾慕魔宗神子，听到消息后独自跑出圣地，我正好将云瑶儿逮了回来。毕竟云瑶儿是你的婚约对象，圣使，这就是你为我定的婚约对象，实力如此一般，还不如先前的龙尘呢。听说你喜欢魔宗神子，你喜欢他什么？我喜欢他帅气，实力强大。年仅18岁便突破了化神境，最关键的是，他曾经还救过我一命。不像你，都18了，修为才金丹，实力连我都比不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喜欢我却又看不上我，这叫什么事情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古儿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信不信我？古儿，不是母亲不相信你，既然你说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拿出证据自证，好吗？逆子，你在笑什么？你母亲给你机会让你自证，那你就拿出证据证明。是，我是魔修。师弟，你弟弟，你怎么能修炼魔道呢？逆徒，你果然是魔。果然？你刚才不已经确信我就是魔修吗？果然是什么意思？逆徒，刚才我就是一时口。颜如梦，你不就是为了讨好龙尘而刻意污蔑我吗？我都承认了，你们还在装什么？我早知道你们师徒二人就是龙尘的人，不必再伪装，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们。你胡说！师弟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早知道你们是龙尘之人，但你们不好奇为什么？我明知你们是龙尘之人，为何还费尽心力为你们治疗伤势，恢复本源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这人向来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一呢，是因为你确实对我好，我想要报答；这二呢，自然是为你埋了个雷。你若对我好，那这一切相安无事；但你若背叛我，
你居然真的是魔修！至于你，好歹是太阴圣体，帮你补充本源，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不愧是世间第一炉鼎体质。孽畜，在本座面前还敢杀人，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孽畜，还不快给本座住手！他的实力居然能独担10几位化神境，实在恐怖。逆子，我承认你确实很强，但你真以为有点实力便可以不将我青云仙宗放在眼里吗？这里可是我青云仙宗的大本营。拜见老祖。此子堕入魔道，残害同门，罪大恶极，还请老祖出手！请老祖出手！孽畜，你自裁吧。自裁？不，你自爆吧。你们召集弟子解青云大阵。怎么，与我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派些蝼蚁来试探送死？小子，不用激我，我此举是有些不光彩，但这才是修仙界。就算你个人实力再强，又有何用？出来混，比的是背景。我的背景是青云仙宗，你有吗？背景？谁说我没有的？哼！拜见神子！怎么可能？你是魔宗那个惊才地艳的神子，怪不得那天将4周空间都封印包围，搜捕整整3个月都未曾发现他的踪迹。原来从一开始他就被我放走了。你个畜生！小子，你居然是魔宗神子！不过我更好奇，这些魔修是如何到来的？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未曾相信过任何人，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真以为本座在陪你们玩什么兄友弟恭啊？我从未相信过你，自然早就提前做好准备。他们早在半月前就被我安插在此，只等我一声令下。其实我从始至终都知道你的谋划，你的一切手段在我看来太低级了。但我为什么当做什么不知道，还拼命对颜如梦师徒好呢？我再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若是不选择对我动手，那么一切相安无事。还有，其实若是母亲你无条件相信我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。我给了你们2次机会，很可惜，你们能都没把握住。孩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没错，母亲我是没有第一时间选择相信你，但是我也没怀疑错啊。事情确实是你做的，你也就是魔修啊。不用跟他这个畜生讲道理，他说这些就是想为自己开脱。对对对，你们说是就是吧。小子，你逼我的，一起死吧！你不是刚才让你自爆你不自爆，现在让你自爆你真爆啊？你什么你？有什么话跟本座的人皇番说去。谷弟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们可是你姐姐啊！对，弟弟，之前的事我们是有些闹得不愉快，但我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，何至于此啊？孽畜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们可是你的血脉至亲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谷儿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我们难道对你不够好吗？我们将你接回宗门，还将瑶池圣物给了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的吗？你可是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为我好，所谓为我好，就是让我任由你青云仙宗上下刁难。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为何你们能如此心安理得，摆出一副为我好的姿态？果儿，我这还不是想历练一下你？是历练还是偏心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谷儿，无论如我们都是你的父母啊，
难道还想弑父不成？首先，我是魔修，这世人妄议，与我何干？其二，弑父，你们口中的那个古儿，早在2岁前被掳走时就已经死了。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？当时掳走他的魔修想要报复你，就把对你们的怒气撒在了我身上，我就这样活生生的被折磨了3个月。这个期间，我一直苦苦支撑，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来救我。但就是这样，我被折磨的就更加痛苦。而那时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假模假样寻找2个月，搜寻无果，便放弃了。而后转头领养了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孩子。我在突破化神境时，你们察觉到了我还生存于世，于是将接我回家弥补。但是真的是弥补吗？你们将我接回来，又真的为我着想过，考虑过我的处境吗？说好听一切都是为我好，但不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，想让自己内心好受点罢了。你们呢？或许对我确实有爱，但这份爱不多，而且太廉价了。怎么，知道真相后，愧疚的说不出话来了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太自私了。将你接回来后，也没有考虑过你的处境与感受。我们给你道歉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，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，让我们赎罪？好啊。你们想赎罪，那就成为我的养料吧。祝我这具身体突破桎梏，成就大道。这股力量。恭喜神子突破渡劫境！恭喜神子突破渡劫境！我只感觉此刻方圆万里范围都在我的神识笼罩之下，其中的一切花草树木、鸟兽虫鱼，我都一清二楚。这就是渡劫境的恐怖之处吗？神子，青云仙宗已被全灭，我魔宗损失不过数百人。不错，神子，接下来我们那是瑶池圣地的方向，刚好才突破渡劫，境界还未彻底稳固。如果有同源的血脉之力修筑，那倒是再好不过了。反正已经得罪了瑶池，刚好我也可以检验一下我这渡劫大囚的实力。魔君听令，随本神子再征瑶池。